它这套理论，我们可以用一个很简单，就是说，如果你今天去钓一个鱼啊，一个2公斤的鱼，那你这样杠杆原理下来的话，其实你的身体的这个肌肉竖脊肌必须要去承担120公斤的这样一个力量。也就是说，当你用这样的理论去思考的话，不管是力量等级，或者是它的efficiency 效率来讲的话，基本上都是比较欠缺的。Not efficient and not that strong。所以慢慢的就开始有医师提出了一个叫 biotensegrity 的概念，这样子。那什么叫 biotensegrity 呢 ？bio 它是生物的意思，这样子。tensegrity 前面的东西我们叫做 tension， 所以它是一个张力网。integrity 它是一个完整性，所以我们简单来讲，可以让它把它简称为它是一个生物的张力完整性这样子做起来。那所以大家看图中这个图啊，这个建筑物呢，基本上它所有的这些钢筋呢。它这之中，它是被架构、被悬空在一个张力网里面这样子。那它并没有所谓就是说钢筋跟钢筋锁在一起的一个东西在那，但是它可以把它撑得非常的高，而且非常的坚固这样子。好，所以如果我们把它细节来看的话，它会是怎样呢？是说，我们这个每一个里面呢，它每一条线呢，它就会产生一个 tension 这样子。那这个不同的 tension 呢，来自不同的线呢，它会慢慢的产生一个就是一个 tension 的这个综合体。然后这个 tension 的综合体呢，慢慢的呢，它会给我们的这个比较硬的这个 structure 呢，一个我们叫 tensile 的一个 compression 这样子。那当有个 tensile compression 了之后呢，我们这个本身比较硬的这个钢骨呢，会给它一个 counter tension、counter compression， 然后因此而达到一个平衡。也就是说呢，它会有一个 outward 的 pushing of the rigid elements， 然后跟我们 inward pulling of the tension continuum 这样子。所以如果我们用这样的一个角度来去思考我们的身体的时候，我们大家就可以了解，就是说，我们今天啊，我们的骨头为什么会动 ？Bone moves when the tension around them changes。所以因为我们的肌肉的收缩导致我们张力的变化，因为张力的变化，最后而导致我们的身体的移动，我们的身体的行动这样子哦。好，那但是接下来我们要想的一件事情就是说 ，Do we really apply tensegrity to our injections？ 或者是我们只是记住说，我们这个关节我们就是应该要打哪一些点 ，OK？ 或者是呢，我们只是病人跟我们讲说他哪个地方疼痛，我就打哪个地方这样子。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去思考的事情。所以呢 ，to understand biotensegrity furthermore， 我们必须要知道更多有关于筋膜发想的事情这样子哦。